全球疫情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世界，引发国家冲突、数亿人失业等一系列社会危机。直到今天，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萧条情况仍在持续散发着负面效应。这场劫难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之深，让人不禁回想起了100年前的那场经济大萧条。1929年，一场起源于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让整个人类世界都几乎拖入深渊。那么，为了走出泥沼，世界各国们都采取了哪些突围方法？以战争刺激经济，转嫁矛盾，向来是西方世界应对经济萧条的一大出路。而20、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德国、日本无疑将这一模式发挥到了极致。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之时，德国正处于经济举步维艰困境中。一战的失利让德国背负上了庞大的债务、领土、能源压力，各地赔款将能源区拱手让人，高额的外债压得德国人喘不过气。经济大萧条来临后，美英还关闭了对外市场，大量德国工业品只能积压在港口，本就脆弱不堪的德国经济瞬间全线崩溃。1000万人口失去谋生手段，政府公务员无工资可领，成片的工业区倒闭关门，就连医生这等职业也失去稳定收入。可就在德国经济系统崩溃、民众要被饿死的背景下，德国执政两党仍在争斗不休，阶层对抗、集会游行活动不断。这一现象彻底让德国各阶级民众对政府失去希望。恰逢此时，极力鼓吹种族主义的希特勒集团趁势崛起。希特勒疯狂宣扬结束内部斗争，向外发动侵略以满足自身利益。其言论迎合了广大中低层官僚、小企业家、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刻，一位号称要带领他们重现德意志辉煌的领袖，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情绪发泄口。收获广泛民众支持的希特勒于1933年走到台前。上任短短2年时间，希特勒政府就在基建领域投入了50亿马克，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并通过多项社会福利保障，使得德国经济开始好转。同时，为兑现德国容克军事集团的承诺，彰显极端民族主义的本色，希特勒开始疯狂备战。从1933年至1938年，军费开支在政府财政中的比重从 4% 上升到了 50%。这种极端的急功近利的基建和投资，很快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财政负担也一路飙升。庞大的过剩产能堆积在国内无从消耗。另一边，资本主义国家人人自危，根本不愿向德国开放市场。走投无路之下，希特勒找到了一条最直接的路径：战争掠夺。不向德国开放市场，那我就自己抢夺；政府缺少财富，那我就向别国掠夺。德国先是掠夺了犹太人的财富，1938年又进军奥地利，获得了丰富的铁矿资源和14亿马克的黄金储备。要知道，彼时的德国中央银行一共也就存储了7600万的黄金。这一仗直接为德国打下了一片广袤的市场，大大缓解了财政不足的窘境。自此，德国人愈发兴奋。波兰、北非乃至法国，德国战车彻底杀疯了。在与英法抢夺欧洲市场的过程中，二战由此彻底引爆。从结果上来看，希特勒利用战争摆脱经济萧条的模式失败了。但经此一战，英法等老牌帝国也走向陨落，全球殖民地纷纷迎来独立，传统西方列强构筑的全球贸易殖民体系被瓦解。与德国有着类似命运的还有日本。一战期间，西方列强纷纷回流欧洲，日本迎来黄金发展期，国内工业产能急剧膨胀。但战争结束后，列强们卷土重来，日本迅速出现产能过剩、工人失业、金融泡沫等问题。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度让日本的失业率飙升至 32%。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势力趁机上台，并达成通过对外输出产能以转嫁矛盾、发动战争以掠夺财富的共识。1931年，日寇占领中国东北，随着庞大过剩工业产能输入中国市场，其经济瞬间复苏。从1930年至1936年，日本经济增长了 50%， 堪称是一场奇迹。只是这一建立在侵略别国基础之上突围模式注定会失败。与德日不同的是，美国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29年大萧条始发于美国，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也是美国。而美国人采取的应对方案是通过凯恩斯主义干预国家财政，暂时稳住经济，接着通过战争方式将产能和矛盾转嫁到国外。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加强对市场和财政的干预，通过疯狂修建公共工程向市场输出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就业。然而，美国走的是三权分立路线，资本主义惯性强大，政府难以从根本上完全指挥国家资本进行基建和投资，因此增加的就业岗位规模有限。
这意味着罗斯福仅仅通过凯恩斯主义根本无法化解产能过剩、缩小贫富差距、刺激内需等问题。但好消息是，美国领土辽阔、物产丰富、市场庞大，这给罗斯福政府留下了分流与转嫁危机的机会。例如，将国内数百万失业人口分散到50个州，临时提供散工、季节工岗位，甚至单单凭借街头乞讨也能分流部分矛盾，不至于让社会彻底陷入动荡，更不会给极端思想派别上台的机会。最重要的是，美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东部过剩的产能正好趁机转移至中西部，东部产业得以维持生存，中西部加速产业建设，两边皆得利好。这相当于美国利用自身地域辽阔的优势，将危机在国内3片地域直接转化，随后再通过战争的形式，从根源上解决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如果说罗斯福利用凯恩斯主义帮助美国缓解了经济大萧条的第一波冲击，那二战就是真正带领美国走出阴影的关键。相较于欧亚大陆，美国具有远离战场的先天优势。一战期间，美国人就收获了大笔军事订单，由此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二战打响后，一张张军购订单如雪花般飞向美国军火商手中，国内经济萧条景象被一扫而空，大批民众进入工厂、军队，就业问题瞬间被解决，社会失业率一度跌至 4%。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普遍富裕起来，储蓄率从1920年的 5.9% 飙升至40年代的 20.7%， 大批蓝领中产阶级都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美国社会结构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定。当然，这种突围经济大萧条的方式也只有美国能够实现，既不同于德国，也不同于美国。英法两国面对全球大萧条，走出了一条闭关锁国的模式。当然，这里的闭关锁国不同于大清王朝切断一切与外交流的国策，而是一种先将外部危机隔离在外，内部危机自我消化的突围模式。经济大萧条出现后，英法两国掌握的庞大殖民地市场成了他们度过危机的最大底气。危机出现后，英国人率先推出帝国特惠制，将殖民地市场全部关闭，构筑起一道坚固的贸易保护壁垒。具体内容包括，英国从英联邦成员或殖民地输入的商品给予一定免税、减税政策。除此之外的国家想要进入英联邦或英殖民地市场，必须缴纳高额关税。这一手直接将美国、德国等竞争对手从英国地盘市场赶了出去。英国自身独享对殖民地和英联邦的倾销权。1938年，英国一度占据了殖民地市场的 40% 份额。凭借帝国特惠制，英国不光迅速从经济大萧条中抽身，还一举将一战期间形成的美元霸权一口气排挤出了欧洲。英镑重新占据在亚洲、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法国摆脱危机的途径与英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背靠辽阔的殖民地市场，法国人很快平息大萧条带来的冲击。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很早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国内并未积攒大量产能。法国向来不热衷于输出工业品和产能，而是喜欢对外借贷，被称作欧洲的高利贷者。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通过一战积攒下了不少家底。德国战败后，法国对待这位宿敌可谓是不留一丝情面。巨额战争赔款、阿尔萨斯洛林煤炭钢铁产区、边境争端领土全部落入法国之手。凭借这份家底，法国人应对起经济大萧条可谓是游刃有余，根本没过多久苦日子。站在英法的角度，闭关锁国是度过这场经济大萧条最简单的方式，但殊不知这一模式也间接催生了德日法西斯。闭关锁国，关上家门自己过日子，英法固然逍遥快活，但却苦了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德日。无从获取市场和资本利益的德日，只能走向侵略扩张道路。1929年那场经济大萧条一度席卷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面前，各国各显神通。美国拥有庞大国土和市场，利用凯恩斯主义短暂稳住局势后，迅速将危机和矛盾转嫁。英法背靠辽阔殖民地，关起家门自己慢慢消化危机和矛盾。而经济本就举步维艰的德日，因为失去海外市场，瞬间陷入崩溃。极端主义势力上台，法西斯催生，最终引爆了二战。自巴以重燃战火以来，美英等一众欧美国家几乎清一色站队以色列，给予源源不断的军火和物资支持。与乌克兰主动讨要援助不同的是，以色列甚至都没有开口，西方国家却主动跪舔。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
最让人惊讶的是，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多次向无辜平民出手，引发全世界人民的讨伐，但一众西方国家却甘愿冒着与人民作对的风险去继续支持以色列，甚至为以色列擦屁股。这些事实无不在道破一个可怕的真相：犹太人对欧美国家乃至对全世界的掌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尤其是在资本领域。那么，总人口不过1500万的犹太人究竟如何掌控全球经济？被犹太人觊觎良久的中国又为何迟迟没有遭到犹太资本的肆虐？犹太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备受争议，甚至被许多国家排斥的民族。自公元70年起，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从此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大流散时期。没有国家作为后盾的犹太人，只能以犹太社区的形态在全球各地繁衍生存。可即便这样，由于民族信仰的迥异和顽固性，犹太人还是受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排斥。尤其在经过中世纪长达几百年的暴力驱逐和破开后，犹太人只剩下100万左右，在欧洲、中东苟延残喘。然而，就是这个一度几乎要走向灭亡的民族，后来却发展到了足以掠夺全球资本、主导世界经济的地步。这一壮举的背后，同样与犹太人的遭遇息息相关。因为长期被驱逐，无法长时间定居一处，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获得土地资源，也就难以进入当地传统农业体系。被逼无奈之下，犹太人只好从事买卖交易工作。一开始，犹太人从事被人人嫌弃的金融借贷业务，后来又发展到黄金、烟草、奴隶等常规商品的运输和买卖。再加上犹太人与生俱来的高智商、多智慧，他们很快在经商一途闯出一片天。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彻底将犹太人的经商天赋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犹太人开始向地中海、西北欧沿海城市迁移，并跨越大西洋前往巴西、墨西哥等地，随后又将商路延展到英法等列强在美洲的殖民地，在新旧大陆之间编织出一张贸易与商业网络。尝到全球贸易甜头的犹太人很快将整个民族在全世界的人脉调动起来，商业版图扩大至伦敦、巴黎、牙买加、纽约等全球各地。全球化初期，犹太人毫无疑问享受到了第一波红利，并就此开始缔造一个只有犹太民族掌控的资本帝国。而长期流亡的境况让犹太人之间建立了稳固的信任，由此推动资本帝国的壮大和发展。时至今日，犹太资本几乎掌控整个世界，除了中国。这种现象在巴以冲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2023年10月12号，巴以战火重燃的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立即前往以色列，并发言称：“我不单单以国务卿的身份来到这里，也以犹太人的立场站到你们面前。”短短6天后，垂垂老矣的拜登也忙不迭造访以色列，向犹太人传达支持立场。拜登前脚刚离开，英国首相苏纳克也抵达以色列，表明自己对哈马斯的痛恨态度。之后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此前声称犹太人安全代表柏林最高国家利益的德国总理舒尔茨。短短半个月时间，欧美世界一众豪强无不表达了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深恶痛绝，并对以色列的还击予以绝对支持。西方各国政要的统一动向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事实：美国掌控西方，犹太资本控制美国。如果说各国政要的做法尚且是因为欧美世界与以色列向来交好的关系，展现的是以色列的国家影响力，那么美国一些高等院校和企业的做法则彻底彰显了犹太资本在美国的巨大能量。巴以冲突开始后，美西方频频爆发大学生群体抗议游行事件，呼吁结束战争，以色列退出加沙地带。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民众一度堵到白宫五角大楼门口，要求美国停止对战争的煽风点火，停止加沙战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和平，几乎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期许。然而，美国政府还是逆流而上，不顾人民阻拦，继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和金钱。美国人如此行径的动力来源就在于犹太财团背后的威慑。大学只要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学校背后的财团便宣布暂停资金支持，以此向学校高层施压。民众为巴勒斯坦发声，第二天就有可能收到工作单位的辞退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犹太法学教授曾发文，呼吁企业不要雇佣参与过巴勒斯坦游行的学生。3名哈佛大学学生因签署过谴责以色列战争罪行的声明，结果被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列入黑名单。3名为巴勒斯坦发声的微软广播公司主播被暂停工作。类似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会层出不穷。面对全世界的讨伐，犹太资本利用了手头最锋利的武器——金钱。在利益至上、资本至上的西方世界，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更没有人敢跟掌控国家经济的犹太资本过不去。在美国政坛，有足以决定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社团；在各大高校，有通过捐款进入董事会的各方犹太富豪；
在舆论界，《纽约时报》、华纳兄弟、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巨头的背后决策者同样是犹太人。除此之外，美国的航空航天、医疗保健、旅游等各行各业均有犹太人的身影。犹太财团对美国的掌控早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而犹太人在借助美国这尊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掠夺资本利益。曾经被全世界厌恶驱逐的犹太人，总算通过美国这棵大树安稳壮大起来，并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唯独一个地方除外，那就是中国。犹太资本的话语权和掌控权从来不仅仅体现在美国，英法德等一众欧洲豪强同样面对着犹太人的强大掣肘。在英国，犹太人只占据其总人口的 0.4%， 但却掌握着英国议院下院 3% 的席位，甚至有人当选过首相。英国政坛的犹太人数量甚至比伊顿公学毕业的高材生还要多。在法国，存在一个专门打击反犹主义的机构——犹太人代表理事会。每年的年度晚宴上，理事会都会邀请一众法国政坛精英出席。宴席上，犹太人会向法国政治精英们列举今年陈列在案的反犹案件，对其工作进行告诫，甚至是训斥，后者则不敢有丝毫的驳斥。类似英法两国的遭遇，在西方世界各国政坛屡见不鲜。曾被世界各族人民排斥的犹太族早已逆袭而上，反过来成了西方世界最强势的话事人。放眼全球各地，犹太人的足迹和人脉几乎遍布所有国家，甚至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的霸权，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犹太资本的利益服务。可唯有中国没有沦为犹太资本手中的傀儡，这是为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犹太资本与中国的经济体系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将资本利益放在绝对首位的犹太人，向来信奉冷冰冰的资本掠夺和吞并法则，而中国走的却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勤劳致富体系。犹太资本与中国经济实质上是市场规则与仁义道德之间的较量。犹太人信奉的旧时代资本主义金融秩序与中国这片市场土壤不相符，其资本掠夺理念根本无法在中国存活。其实，犹太资本并非没有在中国进行过尝试，摩根、高盛等金融机构早已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软银、红杉等犹太投资巨头也纷纷入股阿里、腾讯等公司。近些年，犹太资本与中国企业的合资合作也愈发频繁，向中国市场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在暗暗挑动着本土企业的主导地位。但直到今天，犹太资本也没能在中国市场翻出什么浪花，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犹太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无能为力。除此之外，犹太资本无法掌控甚至影响中国，还在于我们的国家制度上。与西方国家的资本掌握政权不同，我们是人民政权，资本只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而已。若资本想悄然壮大、搞垄断，试图掌控经济命脉，必将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所以在中国，犹太资本根本无法扩展。曾经不被全世界人民待见的犹太人，却通过商业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并搭上美国这股东风，趁势崛起为掌控西方世界的一大主导力量。近百年来，犹太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掠夺，就是其翻身做主人的最好体现。进入新时代，蠢蠢欲动的犹太人又将目光投向新兴的中国市场，但殊不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更加悠久、智慧更加超绝的民族。暂不论犹太资本根本不适合中国土壤，即使双方身处同一片战场，中国人也绝不会被犹太民族所掌控，像美国人那样沦为傀儡。